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 ，Realme 手机提醒您本期看点。今天呢是我们天天向上12周年，我们通过匆忙何来决定抽到哪家吃哪家。问一下一博，你们拍戏的时候，这个请你吃过饭吗？丽颖？你看，这就是没请过啊。请过。有。那一博请过吗？他在减肥。哎，大家在节目里面分工是怎么分工的？就是这次中餐厅4呢是双主厨。其实我们林哥他的志愿并不是在主厨。哦，店长。是的。从讲真话吗？讲真话吗？哦。哇，香苹果的。你好厉害！加几个鸡蛋呀？加2个。那有3个鸡蛋吧？那得4个鸡蛋吧？好。哇。是啊，浩飞。快点，吃。我也要吃。加2张椅子吧，但是餐具不用加啊。啊？怎么了？瞪个面，哎呦！干什么？我这8个鸡蛋才摊到一半呢。我吃一口，我再吃一口。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向上》12周年庆典，掌声有请爆款综艺节目主持人天天兄弟，以及代班主持中的爆款袁成杰。嘿！好啦，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收看由5G 先锋全新超越 Realme 10X 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Today， 哦，今天对厉害啦！今天为什么会厉害呢？今天是《天天向上》开播12周年的大喜日子！12年了，12年呢！12年前呐，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才刚刚开播，08年的时候开播就开始了。哎，咱们的12岁，王一博老师，他比咱们小14岁。王一博12岁在干嘛？懵懂少年，没有，已经离开家去练学习了啊，已经在学习了。12岁初1的时候嘛，初中1年级。初1我开启了我歌唱的生涯，第一次登台。真的？和那个就参加学校的合唱团比赛。唱的我记得是杨钰莹老师的，哎呦，跟你气质真符合，让我完轻轻地告诉你，他的你看，从小定调就是女团，哎，对，这么有天赋，从小就有定位啊。我12岁时那阵也是刚喜欢上摇滚乐，老觉得他们那个头发都特别的帅气，特别长，一定要这样。但是学校说那个头发不能过眉毛，那后来我把眉毛剃了。把眉毛贴在这儿啊，眉毛贴刚在胡子上。那阵刚喜欢，因为初中有点叛逆，开始对小叛逆，小叛逆。嚯，12岁你们都那么有出息了，已经有什么出息？剃眉毛有什么出息？我初1的时候是全班排名就是最矮的那个。哦，现在你是最宽的那个。然后当时是平平无奇。
就长相也没长开，然后那个个子也没拔高。所以说你在12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平平无奇，现在你觉得已经出类拔萃了吗？已经拔萃了，我拔丝，已经八个人萃，我不已经拔丝了。今天呢是我们天天向上最爆款的系列美食的第3期。这一期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爆款美食。既然是爆款美食的主题呢，当然要请湖南卫视非常爆款的节目《中餐厅》的爆款嘉宾们，掌声有请！耶！来了，掌声！耶！欢迎热烈欢迎！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很高兴在这个12岁生日的时候又来到天天向上。特别巧的是，我第11周年的时候我也来了。对，真巧，每年都来以后好不好？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亮，在这里要祝天天向上12周年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好，我是赵丽颖，祝天天向上12周年生日快乐。谢谢小刀。大家好，我是林树威，其实也是我第2次来到天天向上，所以祝天天向上生日快乐！谢谢林大厨上次那个龙虾泡饭、龙虾捞饭，哎呦太厉害了！我自从吃到那个饭之后，我点餐都贵了。我以前从来没点超过50的饭，是不是？拔高了啊！来，我们的小可爱。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飞，祝天天向上12周年生日快乐！谢，欢迎！那个小明儿怎么你们就把他们大家看天上？这海明哥总经理呢？没有，店长去乘风破浪了，然后留下了我们。店长去浪了。对，然后留下我们天天向上。店长出去浪，你们来了天天向上，押韵了。在这个经营中餐厅的时候，我们知道小明都是挺霸道的。对，之前是我觉得，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问一下小刀啊，小刀，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都这么叫的啊，怎么会想到来参加中餐厅？因为这个被骗了。就是时间刚好，因为之前有邀请过，正好有档期，有空，然后团队也很好啊。好实在的问题。我跟你说，就是丽颖，你问他所有的问题，你就听他第一句就可以了，那真的最真实的表达。是，就是为什么要来？就时间刚好。之后都是找吧。想象中的这个中餐厅跟你实际参加了以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就那样啊。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你们这一季好像也是乘风破浪吧？哦，就是坐船啊。对。你们是在船上一直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然后上岸开摊的那一种。多少天在船上一共漂了？我们在船上一共待了21天，然后中间就是停靠码头去营业的话，一共是6站。船上晃吗？哦，不会，因为长江的那个水流还是比较就是平缓的。那你们也住船上，每天都住船上？对，住在船上。林大厨晕吗？会有一点点，因为时间久了以后呢，下来以后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在船上。晕陆地，有一点。录完中餐厅就回到家里，然后我记得20号吧晚上，当天晚上到家我就睡觉了，睡到晚上差不多4点多起来上洗手间，一看。我怎么身边有个女人，把我给吓的，真的。哦，你以为还在？我以为还在船上，是我太太躺在旁边。吓一跳 ，Mary， Sunny， 感觉还在晃，确实很难醒过来，很难缓过来，真的。那你们就是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船上晃来晃去，跟在陆地上那种胃口会不会有不一样？胃口更好了。对，我跟姐姐有一个事情，然后我们晚上就是一碗饭可以吃个1碗半左右，我们2个人，然后吃的也不少，但是我们就觉得每天干活可能就消耗了。不过浩飞，我还觉得真的你是稍微胖了，真的胖了是不是？我还没瘦回来。瘦回来了，其实。那时候还胖一些。对。你看，多么的直接。大家在节目里面分工是怎么分工的？亮亮肯定还是掌勺吧？对，我就是这次中餐厅4呢是双主厨，对，然后我跟林老师我们2个主要负责这个厨房的部分。
然后还有雨宁，雨宁也是厨师，做菜做得特别棒。对，但我这帮厨嘛，就是给这2位大厨打下手的。哦，我刚才一听到这个双主厨的时候，哎，有故事。我发现林大厨脸部的某一丝肌肉，哎，抽搐了一下。哇，神经有跳动，因为厨房里面这个只能有一个主厨，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对，当这个制作人跟你说，林大厨，我们这次的策划是双主厨。你要知道，在以前呢，说还要再添一个灶头的时候，这主厨心里是不舒服的，以为东家觉得不开心了，不好啊。所以林大厨当时听到说还要有一个大厨来的时候，这一声意味深长的这个问题你要是想就真没意思了。你就别兴风作浪了，你讲真话有压力啊，有压力啊。当然一开始听说这个双主厨，我说哎，是不是对我有点这个考虑啊？我自己整理了想看，哎，不对，这一季呢，因为是在我们国内录制，所以呢，厨房的压力会比较大。有了亮哥的加入，其实呢，厨房里面是如虎添翼。哎呦，真会说话。对，哎，但是身为这个主厨，2位大厨，这中间你这个好干吗？这个中间这个，其实后厨还是挺和谐的啊。我们林哥他的志愿并不是在主厨，其实他是店长。我跟你说，好几次密谋想拉着我们一起，这个我们说不能这样，我们不是这种人，除非让我这个，我才跟你这个啊，这么真实吗？这话现在别说啊，小明哥刚好不在，这是传出去解释不清楚。所以今天小明哥没来的原因是，已经被你们这个。丽颖在这个经营中餐厅的过程当中，你会和小明有一些直接的冲突吗？因为你说话反正也就是小刀飞嘛啊。对，就是我每次一说话，他就叫我赵小刀，后来变大刀了。你跟他聊什么呢？问题是，我没有跟他聊什么，就直接给一刀。不是。我特别记得我们有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是小刀穿了一套衣服出来以后，他觉得自己衣服穿得很一般，你知道吗？他就对谢娜说：“哎呦，幸亏有你陪着。”娜娜当时就觉得特别温暖。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衣服都穿得不好看，幸亏有你陪着。这个中文要理解一下。现在我好多了。你看看，现在彰显情商的时候来了。你之前知不知道他赵小刀江湖上的名号？我听过这个名号，但是没有感受过，因为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好像没那么爱说话。结果我们第一次，我跟小明哥还有丽颖，我们出去上门去邀请客人的时候，在那个车上他就说了一句：“小宁，你这个沧桑都写在脸上。”当时我听完之后，哎，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故事都写在脸上，结果我说错了。但后来接触下来就很好了，接触下来反正每天都这么说就习惯了，就习惯了。那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主要是负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是管钱，财务啊，这个财务，哎，这就是一开始，一开始，后来不是吧？后来觉得自己数学不行，为什么管不住了呢？那就问问小林哥了，对不对？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怎么管不了钱了呢？后来就变成姐姐说管钱，然后亮哥管着小林哥。就是要一物降一物的感觉。你们这是拍的是《封神榜》是吧？哇，太厉害了！这个组啊。那我们问一下那个亮亮和林大厨，小刀在这个节目当中主要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财务？感受来说，我觉得2个字儿，就是真抠，真抠。就是该抠的时候，该收紧的时候收紧了，但是该放的时候还是抠，还是抠。就是为了过日子，对吧？不是我抠，是因为我管不住，然后他们管不住，干脆就管死。就一上来让他们把钱花光，然后再问我就没有钱了呀。哦，就所有的钱都在你手上。对，第一天的都支出去了，然后就他们自己自掏腰包。要不要先花？自己报啊！你们这个餐厅举步维艰不容易。而且女孩的手紧的是非常棒的，持家有道啊。这个我要爆料的，我要爆料的。爆料了。
且慢，这位兄弟啊，是可以报的，是不是啊？可以报的料。因为我跟丽颖上一次见我是在一个演唱会，在包房里，然后吃那个卤味的鸡脚爪边听音乐啊。然后呢，我们结束之后就会去那个有庆功宴嘛，然后我就看到他又坐在那边一个人坐，还是那盘爪子，还在吃那份。因为那个 KTV 里是没有那个鸡爪，我说哪来？他说就刚刚那份啊，没吃完，我把它打包过来，打包过来了。第二场，对，他是一个很节省的活人。今天那包爪子还在，就带过来，接着吃。然后吃东西的时候继续拿出来。是。然后一博要报一下，我也报下来。我们在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他其实每次都吃的那个鸡爪，还是那一包。问一下一博啊，正好说到这儿，你们拍戏的时候，请你吃过饭吗？丽颖。我们出去时间比较少，吃的也……你看，这就是没请过啊。请过。有啊？怎么是？有，当时干脆面分了他一手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对，要想一想，流连忘返，一时想不起来啊。铁锅炖吧，是吧？铁锅炖还有别的日料烧烤什么的，都吃过，都请他吃过。丽颖记得多清楚，都记得。我请客，我能不记得？那一博请过吗？他减肥，他在减肥。说了让你减肥。哦，这么理解别人？哎，我天，说。这个理由好啊！我没请你吃饭，说明你在减肥，是不是？在减肥最近那个马上就是那个峰哥和大老师的生日了，开窍了我减肥，你减肥对不对？对，朋友要吃请吃饭，对不起，我最近在减肥。刚好就现在减肥。丽颖刚接触的时候不太爱说话呀。那一博跟丽颖合作那部戏怎么办？那部戏应该是周杰伦的歌叫《安静》。一开始也不爱说话吗？你们两个人见面对词儿吗？对。但我的词多一点，基本上都是我的词。平常聊吗？后来熟了之后聊。熟了哦。后来熟的时候聊了两句。聊2句啊！哎呀妈呀，都聊什么呢？你们聊了，我知道聊什么啊？今天晚上大锅炖呢？大锅什么的大锅炖？就是请吃饭。全心全意扑在创作上，是没错，是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面，怕出戏，对不对？哎，这个永远在戏里。我们真的是职业，厉害！丽颖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露2手啊？因为还是要有。一开始的时候做了那个小炒黄牛肉，然后鲍鱼拍黄瓜。鲍鱼拍黄瓜，本来是拍黄瓜，后来林大厨给我改良了一下，就变鲍鱼拍黄瓜了。一博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菜，也拍了黄瓜。哇，那黄瓜那真是个人生的坎儿。用什么拍的？那是根本就是像腌了1个月的黄瓜。哎呦喂！你吃了那个黄瓜以后，你会觉得生活特别的甜蜜。对，再也不挑食了。放醋放多了。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啊，今天是我们天天向上12周年啊，同时也是我们天天向上这个最爆款的美食季，所以我们天天向上的官方微博也发起了最受欢迎的爆款美食活动。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带话题词儿，家乡爆款美食晒美图发微博，就有机会让你推荐的美食出现在本期节目的片尾彩蛋，一起来为你的家乡打 call 吧！是的，今天我们现场呢又来了34位美食博主，欢迎你们！又来了，对他们分别带来了自己家乡的爆款美食。你们最想了解哪个省份的爆款美食？浩飞想了解哪一个？重庆，因为就喜欢吃辣。重庆，哇，浪费钱。因为重庆的那个火锅已经非常出名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重庆的烧菜，这个也是家喻户晓的。它是用新鲜的食材先卤再烧，然后再炖，所以它会非常的入味。除了红烧本身会有那种甜味，它还把重庆的麻辣很好的融入在里面，有那个肥肠啊、五花肉、牛蹄筋、牛腩、牛排、猪排、凤爪。是江湖菜吗？对，非常好吃。重庆江湖菜好吃。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哈。峰哥好厉害。丽颖想了解哪个地方的美食？贵州就是它也有不一样的辣，然后还比较有民族特色。重庆是麻辣，
啊，贵州是酸辣。我们贵州有一句方言叫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翻译过来了就是说3天不吃酸的东西，走路都走不稳。我们会用酸汤做这个酸汤牛肉、酸汤鱼，还有酸汤的各种火锅。而且贵州的这个酸汤，它其实不是用醋，也不是用柠檬来做的，而是用这个西红柿和这个辣椒进行发酵而成的，所以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美味。林大厨，您想了解哪儿？我觉得我想了解一下新疆呢，因为全国很多省份我都去过了，就新疆呢还没有去过。来，新疆，我今天推荐的是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这个新疆炒米粉。那炒米粉呢是在新疆是个代名词，你可以炒馕、炒粉、炒年糕，也可以加芹菜、加酸菜、加很多的东西。那几十种香料混合的酱汁，搭配这个天南海北的食材。一口辣，一口香，一口到新疆。我觉得每年能卖出100万份的新疆炒米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新疆的辣呀，也是那种特别火热的辣哦。亮亮呢？我是北京的，我想多了解一下北京的美食。是想这儿看看有没有新的吗？对呀，更深入一点的。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卤煮。终于等到你，对，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说卤煮其实它是一个宫廷美食传到民间的，因为是在乾隆年间，然后御膳房里头有一道酥造肉。那原来的酥造肉呢，它是有3层肉的，但是后来进入民间以后，乾隆年间肉比较贵。所以呢，大家把肉去掉了，然后就把里头加了这些什么大肠啊、肺呀，然后这些下水啊，因为它是一个平民美食嘛，它要吃饱，所以它里头会放这个硬面的火烧，然后再加上豆泡，汤汤水水，豆泡吸满那个汤汁儿，一咬就爆汁儿了。我每次去北京吃卤煮的时候，我都发照片给王一博，因为他特别喜欢吃卤煮，我就每次都馋他。好的，雨宁呢？我比较想了解一下河北的。因为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河北有什么，就是在我的概念里没有什么特色的吃的。驴肉火啊！哦，是吗？它是河北的。其实亮哥已经猜对了啊！今天我推荐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驴肉火烧呢，其实它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它起源于明朝的冀中平原，同时呢，它也是位列我们河北省10大名吃的榜首。随便路边的一家小店呢，每天就能卖出3000多份，这也可以说呢，没有一头驴能够完整的离开我们河北。驴肉火烧搭配上那个驴杂汤，哎呦，还有放点胡椒，会吃。你不胖，你真的是没白胖。哇嚯！哎呦，啪啪的，那根本不是肚子，对，那就是个抱枕。这抱枕。好，来了解了这么多省的这个爆款美食啊，那我们湖南的爆款美食到底是什么？作为东道主，我们先用湖南的爆款美食来招待大家上美食哦。有首歌唱火辣的辣中带甜，火辣的感情会有火辣辣的脸，火辣辣的脾气永远都不会变，红火的日子和你一定天天见面，爱上火辣的辣，冬天的疯狂哈，这一口辣就不会让你那么匆忙呀。宝宝宝宝，欢迎酸奶要不要？用速打死这个姑娘好不好？蹭蹭撒蹭这个节奏超不巧，如果有点差到一定是有点小巧。宝宝宝宝，欢迎酸奶要不要？当当当当这个 solo 秒不秒？今天一定一定不要离开我怀抱。大家好，我是新河南女孩李子梦，我今天。
我们接下来就跟我们这个邵大厨好好的聊一下。来，我们先上菜吧。哎呦喂，都是硬菜啊！哇，这个湖南菜这个辣椒啊，就是无辣不欢，没错，辣椒炒一切啊。我们从汤开始到青菜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辣椒。邵师傅，您本身是哪里人呢？我本身是跟前锋是老乡，是上海人。啊，侬上海人啊？上海人呀？这上海人怎么会做辣菜呢？我原先是做粤菜和淮扬菜，但是来了湖南8年，运用8年的时间去学习湘菜，也是跟我们业界的一些泰斗去学习，像王老师啊、王老师、徐老师，哦，这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顶级大拿啊。那您就是到了湖南以后，你发现湖南辣椒实在太多了吧？各种樟树港辣椒啊，我们有黄贡椒，我们有青线椒，对，玻璃椒、对，螺丝辣椒、螺丝椒，还有很丰富的我们的辣椒制品。我们有剁辣椒，对，白辣椒，酱辣椒，酱辣椒。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再去看一个湘菜厨师他是否合格，会不会他是不是能把这些辣椒融合起来。湖南其实，在辣椒它已经深深植入到人的心目当中去了。其实它代表着湖南人最深沉的一个浓浓的思乡的情谊。它也是湘菜的灵魂。对，同样它也是湖南人的灵魂的伴侣。哎，几位都能吃辣吗？亮亮能吃，可以。这能大概吃到什么程度？如果按湘菜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吃到中辣。哎呦，湘菜的中辣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浩飞呢，到湖南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微辣。哦，你还只是微辣？对，因为觉得那个辣吃多了，第二天那个上厕所有点不舒服。上厕所。浩辉啊，第二天不要上厕所。浩辉，林大厨呢？辣。我还可以，因为我还比较喜欢湖南的这种辣，因为这种辣像这个剁椒，它是有一些是有腌过的，所以特别开胃。丽颖能吃辣的吗？其实我还挺能吃，挺能吃辣，重辣就是嘴上能吃，但是胃不太行。哦，一博是辣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也还可以，也还行，没有吃过那种到变态的辣，没吃过。上次那个猪脑应该就是到。那个叫超辣了，那个辣了，那个挺辣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先拿筷子好不好？来感觉一下。我们现在先介绍4款这个湖南经典的这个辣椒菜，走向全国的剁椒鱼头。这款是辣椒炒肉，灵魂。这个也是湘菜的10大名菜，叫雷公鸭，家喻户晓。我们的臭豆腐，豆腐啊。灌汤的，可不可以？满口留香。对，一博是属于看到2个哥哥说，一博就，它里面有灌进像那鸡汤一样很鲜的。哇，而且它那个后劲，它那辣椒的后劲不得了。有灌进像那鸡汤一样很鲜的，有香辣。好辣呀！还有一款呢，就是走向全国的剁椒鱼头，哎呦呦，也是湘菜的代表。剁椒鱼头，它其实里面运用到2款辣椒，一款呢是自己腌制的剁辣椒，再加上我们新鲜的红椒。俗话说也是只看到辣椒看不到鱼头，移动筷子全部就是泡在汤汁当中，完全的入味。哇，这个挺入味的，辣的有点上头啊，那个不敢吃。中这儿吃这儿，这里是鱼的那个活肉，对，鱼下巴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鱼的这个鳍这里也最好吃。哇，我更爱吃鱼眼睛周围那一圈，也很嫩。哎，鱼眼周围你爱吃的是什么？鱼尾纹，对不对？鱼尾纹，对不对？鱼尾纹。
哎呦，亮可以来，你懂啊？就是这块豆瓣肉，会吃，哇，这块最爽。这个是叫脑黄金，吃完补脑。哇，好入味啊！尝一下，尝一下。来，快！它的鱼是怎么让它这么入味的？鱼呢，我们这个鱼做的时候呢，先要用葱姜黄酒稍微拿一点腌过了去腌制一下。哦腌制的话，先蒸一道，把里面的腥水去掉，再蒸第二次，它就完全成熟了以后就渗透下去。哦。接下来我们就推荐创新菜。什么叫创新菜？什么叫新香菜？我们现在新香菜呢，就是在继承传统香菜的基础上，食材天然，技艺求真。哦，那个应该是个创新菜。因为今天是天天向上12周年，我们也特地做了一个菜，祝天天向上生日快乐，红红火火。这个呢是我们用黄贡椒蒸的东海大黄鱼，去骨。东海大黄鱼啊，同志们，东海有个龙王我知道，就是说大黄鱼是哪儿的，就特别厉害，是不是？我就告诉你一个字儿，贵啊。也是我们这个湖南的特色的辣椒和全国的这些优质食材结合的一道菜。你不吃吗？浩飞像个通讯员一样，每次来一个菜他就。看一眼姐姐，我说姐姐我去了。谢谢你。很辣吗？哇，这个好。这个有紫苏，这个厉害。青椒紫苏龙虾。这个肯定厉害。青椒紫苏是湖南最家常的一道菜，但是我们现在让它和这个深海的龙虾去结合，满满的锅气。哇，这个完美，这道菜完美。我觉得这个龙虾呢，以前我们传统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蒜蓉粉丝蒸、上汤芝士焗，辣的我有做过，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最有亮点的就是紫苏。紫苏的味道是最能让人流连忘返，所以真的很棒。哎呦，这个紫苏好。哎呦，这是什么？海参吗？哇，辣椒炒海参。这一款呢是用我们樟树港的辣椒。海参呢是我们用湖南的卤肉去卤。哇，卤肉之卤的海参。你们在说话的时候，丽颖已经开始拌白米饭了。拌着白米饭最好吃，赵老师还是非常的专业，不得了。这个有点像鲁菜那种葱烧的感觉，是吧？对，但是我们是完全的湖南的味道。这个好好吃，而且这个应该是浩飞你能够接受的辣度了。对，就这个不会吃完。对，这种。这个辣椒呢，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啊，它的辣椒的辣度会越来越辣，越来越辣。哦。它是用樟树港那个辣椒，我们上次这个来学习过，特别少有很贵重的一种辣椒。你干嘛？哇，前锋这么捧场，太厉害了！我一听这个卤肉汁烧海参，我就忍不了。要不说我们峰哥是厉害的，在这个年纪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饭量。我们中午吃了好多，他居然就能一直吃下去。就后面还有12家呢，峰哥。没事，你要相信峰哥啊！对，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哎，看林大厨那一头汗。其实湖南人吃饭啊，就特别的爽快。哎，就是应该这么吃，要这么吃。没有，湖南人也没这么吃，拖着不。最后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道甜品哦，有甜的呀，那我吃吃。这个冰激凌呢，我们是做的擂茶酱油辣椒冰激凌。辣椒，擂茶酱油冰激凌，擂茶辣椒酱油冰激凌，辣激凌。这一款菜也是我去年代表中国去世界美食峰会做的一道甜品。是用了我们益阳的擂茶、湘潭的龙牌酱油和我们醴陵的玻璃辣椒，我们里面还配了3色的海绵蛋糕。哇哦！哇，这个好
好妙哦，是不是不一样的辣椒？这个黑色的是我们用墨鱼汁做的葱油粑粑，就湖南人最家常的小吃。这个真的是就炸了。对，哎，我们的美食博主们，你们也想不想吃一点？好的，3、2、1，上菜！这个鱼很辣是吧？不是，这冰淇淋后味好辣，没想到被丁形辣到了吧？好，我们来吃完以后，各位博主来说一说，聊一聊吧，什么感受？好，上海的，上海朋友。我刚刚吃了第一口，我就觉得就是太上头了，直接通到后脑勺去了。我跟你说，这就叫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真的就感觉就听了一个电音版《甜蜜蜜》，制作人还是大张伟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妙的人生体验。创意啊，对对啊。我觉得这道菜太对我的胃口了。我刚才乍一听这个冰淇淋，我觉得是什么鬼秘之恋的，但是它是把那个雷辣椒融合到冰淇淋里面，然后我吃出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感觉这一碗不够，可以再来一盆吗？谢谢，太棒了！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邵大厨，谢谢大家，谢谢。最近湖南呢还崛起了一个新晋的爆款，就是桃界 C 位的盐陵黄桃。我们接下来有请黄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给大家介绍做黄桃的黄颖，黄衣女子，黄颖，淡黄的长裙。本身你是盐陵人了，等于是。对，我是地地道道的盐陵人。他现在返乡创业啊，之前是在哪儿漂的呢？先是北漂，然后是藏漂，我在西藏10年。主要是在那边做什么呢？最后的职业是包工头，所以我这转型有点包工头啊。咱的盐陵黄桃到底有多么的宝？盐宁啊，家家户户都种黄桃，所以这个季节到盐宁呢，就是大街小巷，除了黄桃就是运黄桃的车、快递啊，咱们的各个部门都是为盐宁黄桃服务的，相关部门领导都是纷纷的给盐宁黄桃代言，做直播带货。我们几位嘉宾到时候都可以跟黄颖建立一个联系，因为盐宁的黄桃真的在国内算是非常非常好的顶尖的黄桃，而且是原产地。哎，听说吃这个桃子好像女孩子吃特别好啊。对对对，它含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还有就是治便秘。家里到这个季节来了朋友，就是说现在买正合适，对不对？对。咱的黄桃跟其他地方的黄桃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这个盐宁黄桃呢，就是从历史上来讲啊，它有30多年的历史。它是1987年的时候就从这个上海农科院引进到了盐宁，入伙比较早。对，好香。它特别有一种清香透出来的香气，它会口齿留香。还有一点，盐宁黄桃它是自带防伪标识的，它这个心是红色的，就每一颗盐宁黄桃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好吃又好看，对，盐宁黄桃的颜值真的高啊，就像我手中这台拥有颜值的新势力 Redmi 10X 手机一样好看。哇，是个你看这接的代言人，太棒了，这个接的。哎，那为什么盐宁黄桃现在比普通的黄桃它甜度要高那么多？因为盐宁县负氧离子含量是全亚洲第1哦，对吧？还有森林覆盖率是83.55%，对，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桃子啊，它海拔高，它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堆积，所以盐宁黄桃是比普通桃子的糖分是要高的，一般能达到12到15。哦呦，那这就很厉害了，格外甜啊。这都是咱们用黄桃，对，都是雕刻出来的花啊，这个全都是黄桃。
好，我们来问一下福建的朋友。就我之前也很喜欢吃黄桃嘛，但是我平常吃黄桃都很怕它不甜，所以我就只买黄桃罐头。然后但是今天拿到这个黄桃之后，觉得它个子非常大，然后桃味儿非常的浓，然后咬下去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多拿2个？它真的太甜了，就刚刚咬它第一口，我就跟隔壁的小姐妹说，怎么能这么甜？结束之后，我准备人肉背一筐回福建。进货，对不对？我们湖南延宁黄桃其独特的一个生长环境，它的口感真的是优于其他地方的一个品种。然后它的外观的话是色黄，闻起来特别香。吃上去的第一口的话是肉质非常的醇厚，水旺多汁，又脆又甜，真的是甜如初恋。谢谢啊！延宁黄桃呢也是今年啊我们湖南的扶贫的项目之一，在2020年呢种植面积达到了8.9万亩，总产量达到了5.1万吨。我讲背后从事这个行业的桃农也是非常多的啊，因为一颗小小的桃子，他们真的已经奔上了小康的生活。所有人因为这颗小小的桃子都在向美好出发。除了我们这个延陵生产的黄桃呢，我们湖南麻阳的黄桃也非常好吃啊，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在这里要谢谢邵大厨，谢谢黄莹，谢谢。今天呢是我们天天向上12周年啊，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人开心、激动，然后有无限的这样的一些感慨的日子里面，当然不可能只让大家吃到我们湖南爆款的美食。那么此刻呢，我们第2现场还有一个第2现场，我们请来了12省的爆款美食，请看。来了！哇！北京卤煮终于来了，卤煮哇，终于来了，山县刀削面，刀削面真的是这样削下来的。叉烧包啊，还有蛋挞点心，湖北小龙虾，胡文，油焖大虾，口味大虾，13香蒜蓉，哦，串儿，哎，羊棒骨。烤羊蹄儿，广西这个不用说了，一定是螺蛳粉。哎呀，不得了啊！我天津，那一定是煎饼果子，煎饼果子，亲大爷来了！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永远是早点。河南的啊，这传说中的胡辣汤，哦，胡辣汤。胡辣汤啊，王一博呀，胡辣汤，这叫火腿，金华火腿。哎呀，这个要吃，不得了，这个火腿厉害了哦，这个是贵的哈，那范儿的啊。金华火腿，猪肉炖粉条，金针菇培根金针菇，酸菜饺子。福建燕皮饺，肉燕，燕皮，哎呦，它那个皮都是用肉做的。四川火锅毛肚嘛，造起来了。哎呀，这个要吃啊！麻辣牛肉片，哎呦，巴适，毛肚巴适的很。再放一遍吧，我看这个比看维密高兴多了。这多好看！张政委，我问一下，维密是哪个省的好菜？就是潍坊那边有一个秘密，然后那个廊坊吧，维密。好，我们来问一下，每一位只能选一个地方东西的吃的话啊，来，我想吃那个东北酸菜，因为我好久没回家了。哎呦，酸菜，其实那个包括那个饺子，太好吃了啊！对，好，小刀。火锅吧，我肯定就卤煮了，卤煮可以，我刚才看了一个是广东的点心，我还是比较思念。第二个就是我们福建家乡的肉燕。来，王一宝，煎饼果子，
家乡的胡辣汤都不吃了。咦，能啥嘞？我说句实话，我也想吃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因为那个，哎呀，好久没吃了。加8个蛋，加8个蛋，不是你好有那钱个蛋必须得比那个饼要厚，这吃起来那个口感薄脆，然后那个酱一刷，咔嚓，哎呦，咔嚓加上那个蛋的嫩啊！来，钱嫩嫩，你要吃什么？我选的是螺蛳粉啊，螺蛳粉加汉阳加卤煮加广东点心加毛肚，哇，你叫12家，都记着呢。各位，究竟大家在今天能不能够如愿以偿吃到自己想吃的美食，其实没那么容易。请5位中餐厅伙伴选择天天兄弟中的一位组成吃友团，现场将发布12个盲盒，对应12个爆款美食，分3轮进行抽取。4组吃友团诞生后，通过抽盲盒的形式选择进入对应的美食间，抽到哪家吃哪家。每轮品尝时间限时12分钟，警报声响起，本轮品尝结束。一个人有可能会获得2个人的票，自己写好就好了。一个人获得2个人的票，是不是能吃2个人的份儿？对，那当然了。考验朋友的时候到了，先除100的伙伴们，5个人都写前锋，我们仨反正差不多吃点得了。好，来我们来看一看浩飞写的。写前锋。前锋为什么要选前锋？就是姐姐老说我就是吃圆润了嘛，我就想着跟前锋哥站一起，可能显得我小只一点儿。原来是为了镜头考虑啊！好，没有，没错，选我是对的。哎，好，我们来看看赵小刀、小王、王一博。哦，小王小赵太好了，2人合作过一部戏的，合作过一部戏啊，对，叙旧。好，亮亮。小杰，来，我们领导厨前锋，对了，我能吃2份，而且你跟大厨跟少女在一块吃，完美了，哇，太棒了。好，刘宇宁，我们估计应该是，对，我们哥们儿是不是？我们这叙旧正好啊。好了，在12道这个美食当中，究竟谁能够吃到的美食呢？我们通过抽盲盒来决定，抽到哪家吃哪家。好，12个盲盒呢，已经就位了。我们第1轮发布4个盲盒，天天向上。4组，每一组分别派1个人去选择自己的盲盒。第1个是谁选？浩飞3，我们相信你。那我就天吧，好吧？好，亮亮。阿杰说了，他喜欢个儿高的。个高的，嗨，你们是挑什么的这种？来，王一博，就像吧，像。好，王一博选择，好，你们选择第2个天。对，2天。好，我们现在有请4队跟随盲盒模特前往各自抽取的盲盒美食间。走了，我也走了。走。哎，给我留点煎饼果子啊！给您带回来。打包回来。哇，还挺神秘的。来啦！哦！哎呀！他们这个不错哎！他们这个不错哎！我们就是告诉你吧，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要开馆吃火锅啊！一边起。听到的，四川毛肚老火锅，请坐。毛肚火锅是四川人的最爱，每天消费毛肚高达25万斤。对于川渝人来说，无毛肚不火锅。哎呀，四川的老火锅不得了！欢迎来到爆款美食福建肉宴，欢迎大家！肉宴又叫太平宴，在福建已经火爆了100多年。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肉宴，嘿吼，
别砸手，别砸手！叶利亚，上我山。我们这儿有危险。煎饼果子。哇！欢迎光临！哇！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煎饼果子来一套了您嘞！我是天津煎饼街的红姐，你们好。煎饼果子来一套，果子要，果饼要，鸡蛋要，再放秘制酱料，要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哪个是煎饼？啊，煎饼果子。哇，这选的选对了。哇！你好厉害。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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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过来跟您握个手啊。那么我们真的很喜欢这煎饼果子。不能，不行，我们。哎，对，走了。哎呦，不知道啊！不知道。让他现做了一个。哎呀，老师好。来了，对面左。精心挑选的火烧羊蹄，富含胶原蛋白，且不含胆固醇，是宁夏人的人生至味。那我们就来着吧，来吧，谢谢您了啊。这味儿行。您这店每天能卖多少串啊？1只到2只羊，轻轻松松的。那您说一天1只羊，可是1只羊才4个蹄儿啊。羊蹄子我们从来年的头年的10月份就开始储存羊蹄子，就说羊还有好多，但是有瘸腿羊是吧？等着它，因为您一天主要得卖好多蹄子嘛，对不对？这蹄子。对呀，是呀，一年要卖几万个呢。哦。你爱吃煎饼果子吗？挺爱吃的。天津的煎饼果子去年1年卖到5个亿，爆款。哦。这个面是什么面呀？这是绿豆面，以绿豆为主。太香了。加几个鸡蛋呀？加2个。瘦了。是吧？那就3个鸡蛋吧。可以。这一个是能做这么大吗？对。那得4个鸡蛋吧。好，我给你放4个鸡蛋啊。那全是蛋了。 4个鸡蛋得摊一会儿啊。给摊熟了。全国肉有各种的吃法，我用这个肉用木锤打做成这个皮，锤声响天下，面皮包全球。2位，要不来挑战一下？挑战一下，来，你来。嘿吼嘿，嘿吼嘿吼嘿利呀，利呀利，耶利呀，上我山，嘿吼嘿吼，仙女也。 哎，这个他师傅还用拿手去推那个肉的，这我们一般人是没法推。那搅拌，那你帮我推，你帮我推。这基本上一般新手不能这么做，新手上去直接手指就砸了。来尝一尝。哟，哇，好鲜呐！这个鲜。 你这个肉皮做出了我们小馄饨那种薄如蝉翼的面皮的感觉，而且就是入口那个肉啊，非常的爽滑，有弹性的感觉哈。是。这个汤用什么炖的？我们是大骨汤，大骨汤熬了几个小时。您坐，别激动，您坐。来跟你们在一起，跟你们在一起，我也年轻了。我好激动啊！我跟你说话，我感觉我必须要这么说话才行啊！哇，哎，这个太好吃了，这个真的好吃，好吃。我吃火锅还不一样，你像猪脑啊、毛肚这种我都涮清汤的啊。什么？真的猪脑啊？你走吧，请大去别的肠房间。去别的房间吧。口味清奇啊。有啊。什么？ 就确实有，北京涮肉里面的毛肚啊，那就是涮清汤的。对，爆肚涮清汤可以。但是来到我们四川的火锅，老火锅，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镇店之宝上来。好啊。
小二上毛肚喽！来喽，吹毛肚儿来喽！哇！哎呦，为这个声音听着也很吸引呢。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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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让那个老板来给我们示范一下毛肚的正确涮法。好的好的，我们的毛肚都多一下是有都不行啊。那个巴掌大小，然后我们的毛肚啊都是选用就是正规的那个就是小姐姐跟我纯油的说，牛百叶，一家人通过20多道工序加工制作完成。来，客官试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呀，还好今天下午没吃。毛肚，说实话，一老过那个火候就真不好吃了。对。很脆吧？但是这个酱料的话，如果能再来点盐跟蚝油就更好。哎，好的会好的。吃。这个阵仗啊，我觉得要录给他们看一要下。给他们拍一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嘛，对不对？用我的这个 Redmi 10X，哎，来拍一个小视频，必须得馋一馋他们。咱们的毛肚呢，每一份都有一个身份编码。这一份呢，就是咱们售出的第3065876份。306万。对。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店每天必须就是卖出去的这种毛肚有多少份？一天销售量？几百份，基本上每桌是在3份左右。每天排队人多吗？多，半天能卖到500-600套。不是您一个人做吧？我和我爱人，就你们2个人啊，就我们2个人。哇，那做的手软吧？这个叫果篦儿，这是我们薄脆。北京叫薄脆，天津叫果篦儿。天津煎饼果子不放香菜是吧？不是咸菜，不是生菜。天津煎饼果子里头就是油条和果篦儿。哪儿的煎饼果子也不多，那是没有说的是手抓饼，也没有生菜。没有啊，有我都放。放生菜的是手抓饼吧？放生菜我觉得挺脆的。天津煎饼果子里头就是油条和果篦儿。再放点吧，辣椒，再放点辣子哈，来。它可以切2半吧？我给你切开啊。对。来，一锅给你再来大，得大大了。好，谢谢。全是蛋。是啊，全是蛋不是好吃一点吗？那我们是要在这吃完吗？还是我们可以去其他房间？可以吧，应该。我们去看看。拿这个换。他那不是在凿肉，外面裹的是裹的燕皮燕丝切丝，也是燕皮做的，啊，味道鲜美。请进。这个我本来对他们没有太大的期望。馄饨嘛，我给你们尝一颗，来来来，来太好吃了。勺子，勺子，吃完就哇哦一下。哇哦！通过这道菜把福气传递出去，有没有？你们求得平平安安，事业更上层楼。谢谢你。你这吃完之后什么感觉？它那个肉就是果然就是很筋道，很筋道，很筋道，很筋道。哦，你们这个煎饼果子好像煎饼果子配肉燕。哦，然后哎，怎么？哇，这两人去串门了。不是，他们好实际啊！吃完我们的肉燕就走了，也不带2个煎饼果子给我们。那这个馄饨好好吃啊！就是很筋道嘛。皮是脆的。是吗？没吃出来。你家的火锅。哎，咋了？客官，要不要里面做一做我们这个脆毛肚啊？我跟你说，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虽然我也很想吃。哎，那个加2张椅子吧。好的好的，但是餐具不用加啊。一博来，快坐。
来过来闻闻味道就可以了。哎，你们这儿是不是出点烤串儿？你看我们给你拿那个，说吃个饭分家干嘛？对不对？就得一块儿吃。李博，放下煎饼，坐下来吃火锅吧。来一个这个。这个毛肚很好咬，是吗？嗯，脆的是吧？嗯。哇哇，这个毛肚，怎么样？太好吃了，好脆啊！川派毛肚老火锅，我们是作为一个引领者，我们的锅里面加入了就是提香的那个豆芽在里面。过来，打下去跟上。哇，要不要来一块儿？可以。这个油干它必须要蘸干碟吃，才对才过瘾。哎呀妈呀，这应该很辣吧？不辣，这个蜜汁干碟是很香的，真的。今天吃的有点辣啊。哇，这豆腐也可以的，豆腐非常的入味。这干碟太辣了。好吃啊！再给你们烫片毛肚吧。好。已经辣退一名选手，成功辣退一名选手。一博还是能吃了。我去转一下看。羊皮儿，羊皮儿，羊皮儿。来，哥，这个羊排真的无敌了，你是吧？大厨，您咬一口这边吗？这边。这尤其这个角，我就大一点了。对，这是经典。哦，对。哇，这么烫啊！这么烫煎饼啊！就是很好吃啊。烫啊！大厨，你也太辣口了，肯定是烫。您这太实诚了。因为它在底部，应该滋到流下去啊。我们上别的屋跟他们一块儿那个，好吧？煎饼在哪儿啊？这是不是煎饼？这是不是煎饼？是煎饼。哎，您再帮我摊一煎饼，谢谢您了。我给你摊一摊。就好吃煎饼，而且我们韩哥他刚才一直说，做了以后就喜欢吃那煎饼，就爱吃煎饼。对，然后所以好嘞，我给韩哥拿一个。行，可以，太好了。我们家小时候，我唱歌就靠我爸卖煎饼挣出来的钱。真是太辛苦了。他小时候就学摊煎饼，后来我生出我之后，家里头挣外快，完了下了班就支一摊儿在那个自由市场卖煎饼，所以我对煎饼可有感情了。情有独钟啊！对，您给我来60个鸡蛋，不是，没有点，3就够了啊，3就。来3个鸡蛋啊，好嘞。您一般这煎饼里头爱裹什么东西啊？就是油条和那个果篦儿。对了，就是这种。我就说现在有好多那种莫名其妙，对，弄一堆什么那个肠儿、鸡肉那个，那不行，那反而就是把那煎饼那本身那感觉给毁了。天津正宗的煎饼果子里头就是果篦儿，瞎吃这帮人。对，我要多点这甜面酱啊。行，好嘞。左边这家。这什么呀？你们这是？安哥，哇，这个毛肚超好吃。好好吃。好不好吃嘛？好吃，超好吃。丽颖怎么样？毛肚。好吃啊。所有的人都吃了。有没有很脆？是很脆的啊。这个有点厉害。我到隔壁再去看一下。哦，这个太好吃了。哎，我也去。大王带你去巡山，好不好？大王带我来巡山。怎么样？这个煎饼果子在哪儿？可以。哪家？在这边。这，您看看，这煎饼果子刚给您弄的煎饼，我就冲着您这来的。有，就是给您摊的，但是现在太烫啊，现在有点太烫，再稍微再等一小会儿。现在太烫。煎饼果子比较厚实，因为蛋特别多。这个就跟我爸爸以前摊那种特别像。我就是父亲也摊。我爸小时候给我买吉他那都靠摊煎饼挣来的。我们要去看他们看看。哎，按照我的这个要求，我要这个8个蛋呢。可以，10个鸡蛋都可以。一博，8个蛋的煎饼。我们刚才是4个蛋的。8个蛋，8个蛋的。哎呦，我好久没吃煎饼果子了。哇，韩哥这么大一块，你能
下得了啊？我绝对干掉，我只是说还要吃点别的，但这真是好吃，这煎饼果子。王涵老师可以吗？味道？你看我的料。翔哥，你干什么？我这8个鸡蛋才摊到一半呢，怎么回事呢？走啥呢？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 ，Realme 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螺蛳粉呢是拿螺丝还有骨头熬的汤，所以叫螺蛳粉。螺丝还是螺蛳？螺蛳。螺蛳它会分2种，一种是田螺，我们熬汤呢是石螺。螺蛳是统称，所以螺蛳。啊？怎么了？怎么了？灯都灭！哎呦，干什么？我这8个鸡蛋才摊到一半呢。我吃一口，我再吃一口。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alme 手机冠名的天天向上 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翔哥，时间到，本轮品尝结束啊！干什么？干什么？我这8个鸡蛋才摊到一半呢，怎么回事呢？走啥呢？哎，关头啊！我这4个鸡蛋还没摊完呢。哎呀，走啥呢？我的蛋，管吧呢。你亮不亮灯？咋的了嘛？就灭灯了。都这样了还坚持吃呢？没事儿，等那个煎饼摊完了再走，不着急。马上啊！你看看，这才是真正摊煎饼的，就是匠人，外边干嘛都不管。从我爷爷那儿开始干这个煎饼，就是告诉我把这个煎饼一定要做好。对，做人先做煎饼吧。现在红姐的这种状态像在打碟，你知道吗？灯光857，像在打碟。来喽！要不要 ？Drop the beat！ 哎，好嘞，谢谢红姐。不客气，也谢谢您嘛，太荣幸了，今天。那我把我那个半个煎饼果子拿过来给我儿子，我给我儿子吃。爸爸，这煎饼果子太好吃了。谢谢。来，你看前锋多少个鸡蛋？8个蛋，你看这厚度，多有食欲啊，对不对？这个是人家一家人的早餐，前锋一个人给他干掉了，哇，跟个毛巾似的。怎么样？这个煎饼果子，哇，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也吃了，这真是真的好，原味儿，特别靠谱。浩飞吃了多少？那坨？我吃了有1盘儿。我现在吃的，姐姐出来跟我说，你还吃，还有2轮呢，你就在这儿吃。还有我跟你说，姐姐不让你吃，她在我们房间的时间是最多的。对，跟我坐一块儿吃。哎，刚刚我们还真的，我们节目组特别的严格啊，我们想看后面几家的都不让看。哦，那个广东那个点心到头没找着，怎么卤煮在哪儿？没找着。不着急啊！为什么刚才赵丽颖一直都说你现在还吃呢？还有后面的呢？卤煮、广东点心那么多好吃的，螺蛳粉，我的金华火腿，还有金华火腿在哪里？对，看来这一轮大家吃的还不是非常的尽兴啊！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2轮盲盒抽选。首先是我们亮亮12周年，选哪一个？年？不，我们周，我们选周，你们选周吗？我们那咱们还是2。2吧，对，我们永远都是2。你们想选哪个？选10。一博赶紧选到10。林大厨，选一个。好，王一博选了10，刘以宁选了2，然后亮亮选了周，然后林大厨选了年。我们接下来到自己各自抽取的盲盒，去尝试自己的美食吧。好的。是这个12，然后周年在后面，您在那边。好，10，这是我了。哇！欢迎光临，吃螺蛳粉，里面走。广西人1日4餐连宵夜都要吃螺蛳粉，其独特的辣与香，闻之开胃，思之流涎，不仅深受广西人欢迎，近年来更是名扬海外。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欢迎来吃武汉小龙虾。湖北小龙虾以虾霸身份制胜于国内小龙虾江湖，没有一只小龙虾可以活着离开湖北。Hello， 各位客官里面请，我是佳佳。你好，你好，你好。会啊，这就吃到你的最爱了。对。北京卤煮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在北京人眼里和京戏一样，有着无限的诱惑力。哇呀，哇，高级，高级。哎，弄好，弄再来。色泽鲜艳，红白分明，制味为火腿，精华早得名。金华火腿年产量高达400万条，堪称火腿界的爆品。那峰哥，我给你们做个比较，这个呢是我们做传统的蒸的啊，这个就是生吃的。生吃的。你看这2个火腿的，它其实必须得要有这种油脂，对，筋肉在一起。它达到一定的年份以后呢，它就会在发酵过程中霉变，知道吗？但这个是好的。这个我们这个腿应该是价格应该也不便宜吧？传统火腿平均价格在500元左右。哦，那一个500吗？那个生吃的更高端一点。那个生吃的就是4年熟成以上。稍等一下，你说普通的火腿一根是500块，对，这个要10几倍以上。对，这个还算便宜的。云南的云腿，中国就2个地方火腿嘛，一个是金华，一个云腿，一根48个月的是12800。哦，上万了的。因为你们武汉蒸虾有很多嘛，就各种各样的虾，你们是靠什么？就是说，就是一下就能比他们感觉更有名的呀？因为我们会在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地区的一个采购嘛，然后对虾源的品质，这个会有一个很高严格的标准。包括我们蒸虾的话，等一下在上的时候，也会经过一轮筛选，把那种不合格的全部把它剔下去。就是你们那儿还有一个虾的选秀是吧？你们几个人拍灯在那儿，然后在那儿转椅子。我们现在的话，在全国已经有30多家了，可以猜一下，就是一天销售多少吨？1、2吨，3吨，3吨。你往高了说，是我说了一个小的，让他结果他说了个几百，这样这不就是有个反差吗？那我给你说一个吧，6亿个亿，6亿个亿。那你这反差太大了。怎么了？没别的，那城市里没别的，只有虾。6亿个亿的。你有多少个亿？650吨。650吨是吧？一天650吨哦，我一天650吨，那是什么概念？600多吨，您能给我换算一下是多少只小龙虾吗？那1300万只，然后一斤的话大概12只，就是1300万乘以12，换算成只。我好像没有吃过螺蛳。你没吃过吗？没有吃过。特别好吃。我就听说过，一直在听说，但是没有。今天你一定要试一下，要尝一下。螺蛳粉的灵魂呢，有酸笋，有红油，然后我们的酸笋呢是用泉水腌制的，就是让定点的农户定点生产，这就保证了质量。这样做呢，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农民奔小康。就是螺蛳粉呢，是拿螺丝还有骨头熬的汤，所以叫螺蛳粉。螺丝。螺丝还是螺蛳？螺蛳，螺蛳，螺蛳。对，大舌头是螺蛳，大舌头是螺蛳。不是，这个是叫螺蛳。这叫田螺，田螺这是螺蛳，它会分2种，一种是田螺，这是长在田里面的，然后我们熬汤呢是石螺，石螺是长在石头的，然后就是江边那种。啊，一个是田螺，一个是湿螺啊。所以螺蛳。螺蛳是统称，螺蛳是统称，然后有石螺还有田螺。螺蛳不是螺丝。不是螺丝，是螺蛳。尝尝这个螺蛳。底下那个不要吃。下面那个。这吃头头就好了。
好了。我们在中餐厅干的就是就干这个是吧？对。怎么样？不习惯。酸臭的，还挺开胃的。哎，没有那么酸啊？为什么？你吃螺蛳粉跟这个不是一个味道。我吃的是感觉酸的更多一点，它是有那个他们这儿的这个酸笋的味道。帅哥，多给一点建议。我觉得好辣，这个不辣哟。我觉得好辣，哇，好辣！太辣了。想吃卤煮的过来，想吃卤煮的过来。卤煮，那边有卤煮，听到了。这是啥？这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肺、肺头。您尝尝这个火烧，您趁热吃，好吃哎！我以前不太吃卤煮的时候啊，最好一定要放那个蒜汁儿、醋蒜汁儿，这个是吧？它属于解腻的。然后可以跟着那个您个人的喜好啊，然后放一些香菜啊、辣椒油这些的。我们这个选的太对了，这个太棒。哎呦，太香了！那不得这谁呀？来哦，我们这传说地道卤煮，100年老店，100年的老汤。吃卤煮要蘸这个蒜汁。哎，圈里有很多人都爱吃你们家这一口啊，好像他们都就愿意到你们那儿去，就这一口。对对对，我祖爷爷以前在那个华北楼戏园门口摆摊儿的时候，就是梅兰芳大师、张君秋这些名人有名的大师，下了戏都会来我祖爷爷这儿吃一碗，来一碗，太好了。时间到，本人品尝结束，又没时间了吗？哎，不是，12分钟要到了。哎，什么意思嘛？卤煮我还没吃呢。卤煮。阿姨不好意思，我们去找卤煮。味道不一样。哇，这辣椒好香啊！好香。这个汤好吃，汤姐。好，谢谢。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生日快乐这几个字，来开始选择一下。我要。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要祝你平安，好吧？我要选日。好嘞，行，我选乐。好，那我选生。那我们没得选了，就是快，对不对？我们就快啊，快。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 ，Realme 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快来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翠花给您上酸菜了。我要来一碗，真的太好了，喝完元气满满。现在是不到迫不得已，绝不张嘴了啊！我为什么现在不饿？我为什么不是个骆驼？不吃了。所有的朋友，出来吧！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alme 手机冠名的天天向上 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好，接下来每个人就要到自己盲盒相对应的单间吃起来吧。好。张大厨，家里来茄了。来了，老弟，翠花上酸菜。好嘞。酸菜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撼动的美食。东北每户人家每年要腌制整整几百斤酸菜，吃上一整年。
咱先来这个。帅哥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山西，品尝山西的刀削面。山西有黑金白银，黑金是煤炭，白银是面食。山西人一年可以吃掉一座山的面。哎呦，广东嘅朋友，哎呀，多謝。广东点心又称为广式点心，是汉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式点心讲究精、美、新、巧，其品种多达1000多款，为全国点心种类之冠。来，哇，我看看什么？欢迎！胡辣汤对吧？对，胡辣汤。胡辣汤以独具麻辣鲜香的独特口味火爆河南，一年卖出8亿多碗，被誉为河南10大名吃之一。快尝尝我们这个东北的酸菜，是我们这个五花肉和猪血肠，然后搭配在一起的。然后这有女士爱吃的这个酸酸甜甜比较可口的酸菜心儿，对，拌山楂，山楂糕，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中西结合的这个培根酸菜卷儿。这个菜就叫东北，这个叫杀猪菜，这个是东北家家户户餐桌上必备的菜。您再尝尝这个培根卷酸菜。哇，吃不下了，吃的太饱了。吃不下了。快来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快来，快来呀！我们去看看别人啊。我们去看看别人啊。尝尝我们家的胡辣汤。谢谢。哎呦，您这做了多少年了？做了30多年了。30多年。加点醋。谢谢。哎呀，胡辣汤胡辣汤可以。哎呀，胡辣汤可以。这家30多年历史。我要来一碗。来2碗。河南哪儿的？咱们郑州。郑州的。郑州过来啊。好，谢谢。哎，老乡。哇，这个味道太浓了。给我一个勺子，你不用，不用，太多了，我要一个勺子就好了。美女啊，好漂亮啊！这可比电视上看着又年轻又漂亮啊！胡辣汤，哎，韩哥，胡辣汤，胡辣汤，哇，胡辣汤我是要的，是你家那感觉吗？有，但是哇，好浓。早上，真的是这个，真的。太正了。对，这个胡椒味太正了，太正了。再让这饼这一绝，真的太好了，口味比较重。这个早上起来，叫大家都在一个小店子里面吸溜，然后背着个饼，这就是生活。我到了别的地方看一下啊。谢谢姐姐，哇，真谢谢。喝完元气满满。这是刚才那个甜点。哎呦，你们来啦！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蛋挞刚出炉，尝一下这个啊，新鲜出炉的蛋挞。现在是不但迫不得已，绝不张嘴了啊！来一波，来一波。我太不吃了。这个是什么？鹌鹑蛋烧麦。哇，这要是我饿的时候 ，Oh my god！ 我为什么现在不饿？我为什么不是个骆驼？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胃大能吃的人这种幸福感。让我们看看前锋这一天总共吃了多少。欢迎到来到东北。
蛋挞刚出炉。对，哎，这个好。快来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翠花给您上酸菜了。快来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快来呀！快来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我来看一下，哎呦，你看，我得赶紧过来了。尝尝我们的东北酸菜，快来尝尝。堂哥，快来吃我们东北酸菜，饺子刚出锅。哇，酸菜炖白肉啊！因为我老久没吃到酸菜了。哦，那你一定会想的。尝尝家乡的味道。哇，这个酸菜味儿是真的是不错。榆林蒜酱蘸那个饺子吃应该无敌的。东北的这种家里的味道吧，就是那种味儿啊，就一吃就很熟悉，而且是很好吃的那种熟悉。所有的朋友，出来吧，这儿有个惊喜给大家。小杰啊，知道我们天天向上12年了，所以特地给节目组做了一个蛋糕。对啊，我们谢谢。祝我们节目越来越好，下一个12年继续辉煌。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待会儿见。Realme 手机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Realme 手机冠名的天天向上 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Realme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Realme 手机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们有掌声欢迎我们的 baby。baby 喜欢有一点极限嘛，一博能稍微教一下吗？给你，看，哇哦，他走了。Cool。等一下，你这手动的，这是手动挡。你眼中女神是这样的，仙女儿简直是太贴切了，无敌马女妖。其实 baby 喜欢吃火锅吗？非常喜欢。烧烤也喜欢。他的大名在这个上海滩的吃圈已经是传播开了。金针菇啊，牛肉啊，牛肉啊，那上面的都来一份吧。哦，我再来一个。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哎，可以打包回家不？可以打包回家不？哎呀，这味道，这感觉就是个内脏宴呀！我不吃内脏，很好吃的，我一点都不碰。有点浓，是不是要给浓喝啊？浓浓来尝一下，我来喝一下。对，浓浓喝浓汤啊。下周日晚10点，天天向上带你领略城市新味道。哎呀，这12周年一下就过去了啊！我们要开启新一个12周年，我们在这里要真的要感谢很多人，感谢我们的观众，感谢我们幕后所有的，你看啊，包括你看这些摄像啊，大哥，对，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每次都是看着我们在吃，哎呀，浪费了一吨口水。其实呢，我们这个幕后的朋友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好吃的，所以我们待会儿一定会为你们翻台上新菜的。是的，感谢冠名商 Realme 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小米商城 APP 搜索“天天向上赢”666元口令红包，赢我的同款 Realme 10X。我们下期再见，拜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一起玩，温暖欢笑飞扬。